澳大利亚的总理莫里森忽然表示他有信心避免与中国发生冷战。难道这个莫里森转性了？可以说莫里森的这个表态让人很意外啊。各位网友大家好，这期的话题我们说的是莫里森要避免与中国冷战吗？英国的天空新闻网9月22号报道，以反华出名的澳大利亚的总理莫里森忽然表示他有信心避免与中国发生冷战。难道这个莫里森转性了？可以说莫里森的这个表态让人很意外啊。自从莫里森带领澳大利亚政府走上反华道路以后，澳大利亚对中国的所作所为早就已经超出了冷战的范畴了。在冷战时期，西方国家对苏联所做的一切也不过如此而已，只不过是因为中国采取和平的外交政策，不愿意让中澳关系乃至整个世界陷入冷战那样的高强度的军事对抗，中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的冷战才没有打起来。如果中国是一个睚眦必报的小心眼国家，如果不是中国极度克制，那不要说冷战了。当澳大利亚那些小而破旧的军舰在中国的南海或台海晃悠的时候，两国就有可能进行热战了。澳大利亚虽然说是一个主权国家，但是在对华关系这么重要的问题上，根本看不到他的领导层有脑子，更不要说和中国打冷战了。要不要和中国打冷战，要不要把中国当成头号对手，全都是美国人在决定。在2000年代，中美关系总体来说还是比较缓和，美国呢也没有要求澳大利亚采取什么积极而强硬的反华政策，给了澳大利亚相当大的自由度。所以在那段时间里中国和澳大利亚的双边关系发展的还算不错，经济贸易往来迅速的升温。即使在那段时间里面，美国情报机关在澳大利亚的活动那是一点都没有减缓了。美国把澳大利亚当成了一个主要的反华情报中心，不但部署了大量的电子侦察设备，还重点策反在澳大利亚求学的中国留学生。其中有一些中国学生被策反之后回到大陆，为美国和澳大利亚从事间谍工作，结果是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只能在监狱当中度过余生呢。澳大利亚的对华关系到底怎么定位，实际上是美国人说了算。无论莫里森做什么公开的表态，都只能认为是美国意图的一个传声筒。莫里森公开表示他是在和美国总统拜登会谈之后，坚定了避免和中国发生冷战的信心。莫里森说拜登对印度洋太平洋地区有着深刻的理解，两国在和平目标上是团结一致的。很显然，避免冷战并不是莫里森的想法，而是他的大哥拜登的。中国相信莫里森的这份表态吗？除非猪会上树。但是最近有新情况，阿库斯联盟的成立不但招来了中国的严厉的批评，在西方世界同样引发了相当程度的惊恐。如果美英澳三国一条道走到黑，首先带来的并不是和中国之间的冷战，而是西方联盟的崩溃和解体。在阿库斯联盟成立后的这几天里面三国领导人都发现事情有些不对劲觉得自己做得太过分了，因此由莫里森首先出面表达所谓的和平意图，尽量的挽回不利的影响吧。有意思的是就在莫里森做这份表态之前没有几天，澳大利亚的国防部长达顿就在好几个场合公开表示，澳大利亚要准备好和中国打一场热战，甚至是核战。了解中国和澳大利亚军事实力的对比的人第一感觉是蚂蚁对大象说我猜死你，我猜死你。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拥有战略核力量和远程打击能力。中国的军事力量规模不算武警部队的话，是澳大利亚的54倍。作为澳大利亚武装力量掌门人的国防部长，应该很清楚的知道自己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华政策，对澳大利亚来讲才是安全的。大概是因为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面澳大利亚军队追随着美国、英国参与了不少重要的战争，其中的绝大多数场合都取得了胜利。因此澳大利亚军队面对有色人种是很自然的有优越感的。可以认为莫里森的表态不过是缓兵之计。从最近几天美国军队的态度和实际部署情况来看阿库斯联盟的军事部分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美国空军太平洋司令部已经公开表示，现役的所有作战飞机从 B-52 到 F-22 都要具备在澳大利亚部署的能力。所以莫里森说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自己有没有做好准备，
有没有把自己建设成一个足够强大的军事实体，让阿库斯联盟在面对中国的时候不敢战、不能战，被迫用热爱和平来给自己下台阶？好，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